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要各位介绍的是这个透明树脂跟荧光树脂的混合。因为现在呢，透明树脂出了一罐新的超透明。那如果有人跟我一样，你还有买过这个透明树脂，那可以跟这个荧光树脂来做一些变化应用。这一篇呢，主要就是要讲这个。那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你单纯使用荧光树脂所印出来的效果。那这一瓶是绿色的啊，那我这边的话呢，则是拿荧光黄哦，这是荧光黄，这是那个它叫桃子红吧？好，这是桃子红，桃子红，好，你看鞋子，然后也是鞋子比较大颗的这个啊。至于为什么我会拿荧光黄出来呢？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他说它是荧光黄，可是会有一点点绿色的，可是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你觉得说你拿到它这个荧光黄，你怕印出来会有点绿色，其实是没有的，它这个真就是黄色哦。你看这就是黄色，没有那种什么有点绿绿的感觉是没有的啊。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桃子红吧，因为它这个设计好像是一开始是为了给万圣节做的，所以它的荧光色那几个颜色我看起来是缺了蓝色啦，没有蓝色，不过这个效果出来就是这样子了。好啊，等一下呢，就是我再整理一下，然后就是要介绍一下我最主要的用途。Hello， 大家好。那我想要做混料呢，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啦，这个模型嘛。各位不要以为它这个封面做得很漂亮，对不对？可是其实你看它盒子后面啊，你看它这边，其实不止这一盒哦，就是每一种类型的，它只要这边都会有一个握空器。其他支的都一样，都是握空器啊，什么都没有。或这样，这也是什么都没有。对，那其实它这个做出来的造型啊，我觉得应该是现在技术进步的关系吧。现在出来的技术，它做出来的造型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是高单价的，就是说一支大概是你买这个一支大概要，应该说你要5盒这个差不多等于5倍价钱啊。你通常你要买到这种价差很大，它才会付给你这种特效的零件。可是像这个呢，就是这个就完全都没有，这就完全都没有。所以呢，主要是混料呢，主要是可以做特殊的特效件，那当然有一些创作者他也是发现到这种问题，所以他能够画图就自己画了。那因为呢，我本身呢比较习惯画 CAD 的东西啦。说实在话，你要我想象一个能量球或气功，我有点想象，我有点画不出来。所以这支影片其实很久之前我就想要拍，因为想要自己画一个能量球或气功出来。可是我发现我根本画不出来，我没有那种没有那种思考的方式，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需要多练习吧。好。Hello， 大家好。那现在先展示一下混料50%，就是说透明树脂跟荧光树脂混合50% 的情形，这是混合的。那各位发现有差别吗？说实在话，普罗森这支荧光树脂的品质真的很好。我混50%，结果它的强度还是强成这样子。你看这个啊，这样比看得出来吗？这是混50%的，这是没有混的，这个也是。那像这种呢，你要拿荧光树脂，你要拿印这种小旗子，它也印得出来啊。我觉得这很像那种有一些那种用上色的战旗哦，然后不是有一些那种桌游吗？那你可能你上完，你全部都给它上荧光树脂，那变成说每一队都不同颜色的，那你可能你是拿红色，然后他拿黄色这样，这个看起来是这样。好啊，接下来就是主要的目的啦，因为我是要做特效件嘛，这个是测试啊。那有创作者他就是已经弄出来这个先拿掉。那这个呢？这个就是1:1，就是50%混合。那接下来这个是10%混合10%，这是10%的，这50%的，可能要用光照会比较清楚一点。我大概用这种方式。这个啊。应该有发现吧？它这个的透光率比较差一点。这是混10%的哦，这是50%色哦。那各位一定想说，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透明的零件好像有点不同哦。因为这个就是它等于是全部都是用荧光树脂去做混合的，我们一般的透明的零件反而不是，所以才会变成这种效果。
啊，其实这个荧光树脂我发现你这样混合下去，会有一种很神奇的现象。你就算你没有给它打光，可是因为它有点荧光，所以你有点透明。所以实际上，你如果在一般的光照下，你会觉得室内光看起来你会觉得它好像有一点在发光的错觉。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它官方才会在说明上跟你说它没有夜光的效果。你看我这样混合下去，其实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有一点透明的效果。那这个零件是那个 RG 扭钢弹的那个特效件，也是一样有创作者自己做出来的。然后他就 free 给人家分享。然后那个连结我就会放在底下，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抓来看看。好啊，接下来就这个啦，这个是10%的哈，你要做一些爆破效果也可以啊。那因为可以调整大小啊，像它这个啊，这个这样子嘛哈，它本来这个创作者他这个好像是做给那个什么 CCS Toy 的。所以说，如果说100%大概是这样，那因为有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调大小。这是50%的，没有，这是80% 的。那这个是那个50%的，这是50%的，变这样。好。等一下呢，我就是先把，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零件跟这个呢上一下透明漆，就是用喷枪去上一下透明漆，因为我知道说有人也想说，通常他们用透明树脂都一定会在上透明漆嘛。那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上漆的，这是完全没有上漆的。那等一下我会把这2个喷完之后呢，顺便来做一个小结。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小结。那首先是我列印参数的部分。那我混合50%跟混合10%呢，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参数。那照理说应该是50% 的时候，它的曝光时间应该要缩小一点点。但是我就是这样测就可以，因为我混合的数值不是很精确啦。对，不过这样表示说你如果要混的话呢，你50%到10%之间，你都可以用这个参数就可以列印了。对啊，我没有去测试5%，对，因为还有一只超透明。好啊，上漆的结果大概是这个样子。哦，还有这个跟这个。那首先看这个好了，这边是没有上的，这边是有上漆的。透明漆啦，那我透明漆是用这个，我直接就喷了，我没有用消基漆或是说那种什么，就是更好的那种精油，我没有用那种，我直接用这个而已。主要强度跟那个亮光度可能还不是很亮，但是这样就已经够了。因为我列印我也是用50mm啦，我没有用30mm，如果用30mm应该会更亮。这就是结果，这边是没有上，这边是有上啊，这个也是。你看这边有上的，这边是没上的。这是混合10% 的啊，你看这样表面，你看应该可以看出它就有透光了吧？这个也是，我上中间这个也，当然可能荧光可能有点看不大出来啊。这个也是我这边也要上一下亮光漆，那这边没上。对，然后呢，当然有人会觉得说，可能这个跟我们一般的透明件不大一样，因为像透明件一般大概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呢，如果说真的要在混合的这样跟这样，可能要到5%吧，那当然透明度可能还是会输给那只超透明。不过呢，你这样混合了之后呢，你这一支透明树脂就会变得很好印。因为各位注意看一下，像它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印透明树脂那一支会发现会有问题，就是说你在这种接点的地方很容易积料，然后会变凸一块。那就是因为那一支透明树脂它本身的一些树脂上的特性的缺点。当然那个问题好像在超透明那支有获得改善所以说你如果单纯你透明树脂
你要拿来应用的话呢，你可以混这种荧光树脂，因为荧光树脂我也想要让它有一点点透明的感觉，因为其实不只是做特效件啊，像这个是那个兽屋的头发的零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兽屋有一些特点的头发，其实它说是我有一点那种。不是一般的换色哦，你看它有一种是写透明的什么的头发，其实它的透明跟这种透明不大一样，它其实比较类似这种透明，就是说它其实不会让你透到说你会发现会印到说后面的零件就对了，像它这个就是这样子啊，它就是会有一点点光泽的透光感，可是就没有很强。对，所以这种方法你还可以去印什么呢？还可以去印那个超级赛亚人的头发，超级赛亚人的头发，超1、超2、超3，那一种头发，因为那种头发你印出来就会要有一点那种有点半透明的感觉，所以这个东西呢，头发零件我就可以用，然后再特效件。其实我一直放到现在才拍，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 mini 的机器啊。因为我觉得透明树脂跟荧光树脂都是在模型上面都是属于比较特殊的颜色，就是说你有去看一整盒模型，它其实就是一小块，像这就这样一小块，那其他都是实体的颜色的。所以说要测试这种混料，我觉得还是使用 mini 的机器比较好。那我是使用 Revo 的机器，所以我在调的树脂的量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才一直把它放到现在，这一次才把它测试完成出来。那下次呢，我可能就会介绍那个超透明的那一只了吧？对，超透明的来混合来看看，看效果怎么样。不过呢，如果说各位还有保留这个透明树脂的话呢，那你也有荧光树脂，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下应用。当然了，这个透明树脂也是可以混其他颜色啦。那混下去之后一定会变得很好印，因为它这只要有一点颜色，它就没有那种基料的感觉，这些都没有。你看这种地方都没有基料了。可能其他的颜色也可以混一点点，不过我觉得还是混荧光应该会最特别吧。对，因为这个还是最实用啊。因为像一些什么特殊件啊都有，那这些特殊件的那个连结我会放在底下，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下载来印印看。好，以上就是我的介绍。